对不起，太不负责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就没长出一颗爱美的心啊？这些饰品，不管在金钱上价值多少，它们可都是宝贝，你知道吗？宝贝是需要呵护、需要宠爱的。小美，哎，过来，把它收走。哎，你喷那么多水干嘛呀？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晶莹，我要的是晶莹的效果。现在还有吗？你在笑什么？这个水多水少有什么关系啊？后期不是可以修吗？这样多浪费时间呀！浪费时间？啊，不是吗？你看过我们的杂志吗？昨天看了，不就一本吗？对，目前还只是一本。看过之后，你记住了什么？很多图片，全是广告。你最喜欢哪本时尚杂志？别告诉我，除了一本韩尚，你没有看过其他的。我平时就是看看《瞭望》《新周刊》，哎，偶尔会看看《海外星云》。我认为你是找错工作了。你们的杂志本来就全部都是广告，除了广告还能让人记住什么啊？你们的杂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可是主编助理啊。一本杂志首先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，才有发展下去的基础啊。那谁能保证不会本末倒置呢？我这儿很忙，你还是上楼去吧。哦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在楼上你千万别把刚才的话说出口。哎，帅哥，你真的是乔总监的助理吗？这还有讲吗？可是你怎么看也不像是助理人才呀。人是不可以貌相的。这一行就是外贸协会，怎么能不貌相呢？你们找我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我代表全体杂志社已婚未婚的女员工问你几个问题。问吧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不想回答的可以不回答。当然了，谁还强迫你回答呀？你听着，你是谁，做什么的？从幼儿园到大学，从来这上班之前到现在，都在什么地方做什么？未婚还是已婚？未婚的话有没有未婚史？已婚的话太太又是谁？你和周总监什么关系？在哪认识的？哇，我说你们俩到底是 KGB 还是 FBI 啊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把我当成女警察，她是女特务，像我们俩谁招供，我们都很欢迎的。姑娘们，你们真是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。如果我现在不是总监助理，我真恨不得马上招供。我到处找你啊，办公室里一大堆事儿，原来你在这儿逍遥呢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我让你来这儿工作的前提就是规规矩矩的，听清楚。我什么时候不规矩了？我跟人家讲两句话就叫不规矩啊！你别老是那么啰嗦。里边还有没有人啊？应该没人了吧？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周田。周田。在我们的杂志里，除了广告，你没有看到其他东西吗？我只是觉得他五颜六色的。你真的没有看出一种欲望？不是，我说的不完全准确。我是说，看完杂志以后，你不会有一种欲望想要去拥有它们吗？拥有什么东西啊？看来我们的杂志对你真的毫无价值。一个人要是没有欲望，他就永远不会进步。邱总监找我了。把你所有的手段都给我收起来，别招惹这里任何一个小丫头。那要是他们招惹我怎么办？你还嫌栽跟斗栽得不够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放了，你是怎么在国内待不下去，跑到国外去的？哎呀，姐，我知道了，我答应来帮你，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嘛。哼，我就怕你本性难改，不是我说你了啊。你说泡妞，你也得看看对象啊。怎么，到国外待了几年，眼光和品味都没有了？周田那样的小姑娘，你也看得上？吃饭呀你！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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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走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呀！记着呢。哎，这是下午的拍摄方案，交给陆明，主编通过了。哎，我听着听着。哎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尽快交给主编的。哎，卢先生再见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怎么回事啊？他睫毛上怎么会粘上水晶珠子啊？那还真是啊，怎么会通过水晶珠子的方案呢？没想到，没想到。